就在昨天，华盛顿启动了针对移民的 AI 猎杀令。这一本400页的2026公共负担最终规则，我连夜啃完了。结论只有一个，不管你过去有没有领福利，只要大数据判定你未来可能会领，你的绿卡直接作废。住豪宅领白卡的，回国养老只来美国看病的，还有闭着眼给人做担保的，听好了，你们这3类人已经上了移民局的死亡名单。这不是吓唬你，这是正在发生的屠杀。我是大咪，给我10分钟，我教你如何从这台绞肉机里活着爬出来，不想家破人亡。现在立刻看下去。我刚挂断一个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我在国会山庄待了10年的老朋友，他的声音很低，只跟我说了那一句话。这句话让我背脊发凉。大咪，告诉你的同胞，好日子结束了。这次他们不是在吓唬人，这次是把镰刀架在了我们脖子上。看看窗外吧，华盛顿的风向已经彻底变了。2026年新政府班底全面接手，为了填补那个像黑洞一样的财政赤字，他们把目光死死盯住了我们移民群体。就在昨天，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联合扔出了一颗核弹，2026加强版公共负担最终规则。这份文件长达400页，全是深色的法条。但我连夜啃完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救命。看完之后，我全是冷汗。听着，这不再是以前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代了。过去我们怎么想的？只要我不拿现金，只要我不去领那每个月几百块的支票，我用点白卡拿点粮食券，我就没事儿，对不对？大错特错。这种观念在2026年不仅仅是过时，它是自杀。新规则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彻底颠覆了底层逻辑。以前移民局看的是你过去拿了什么，现在他们看的是你未来可能会拿什么。这引入了一个绝对令人窒息的概念，前瞻性预测。你以为你在跟人打交道不？你在跟冷血的 AI 算力对抗。移民局将使用最新的算法模型，把你的年龄、你的血糖指数、你的英语水平、你的每一笔银行流水全部输入进去，系统会给你打分。如果分数不达标，哪怕你过去10年在美国1分钱福利都没领过，移民官也可以指着你的鼻子说，周先生，虽然你现在没领，但大数据告诉我，你未来极大概率会成为美国的负担，所以你的绿卡拒签，听懂了吗？这叫莫须有。你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他在审判你的未来。后果是什么？轻则你的绿卡申请直接被打回 denial， 你在机场海关被当场拦截；重则直接启动递解程序，把你像垃圾一样扔出去。这是一场针对华人口袋和身份的精准收割。无论你现在是正在申请绿卡，还是手里已经拿着绿卡，甚至你觉得你仅仅是回来养个老，只要你在这个系统里，你就已经是猎物了。今天这期内容不是让你们来听故事的，是让你们来认清现实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我会把这400页的死亡判决书撕碎了喂给你们。我会点名3类必死无疑的华人。如果不听完，当你收到驱逐令的那一刻，别怪大咪没有提醒过你。现在的每一秒都是倒计时。为什么要等到2026年才动手？很多人还在做梦，觉得这只是又一阵风，我要把你摇醒。这不是风，这是关门打狗。华盛顿的那帮官僚这几年在干什么？他们在布这盘大棋。前几年为什么不动？因为那是温水煮青蛙。他们让你们习惯领福利，习惯那种不拿白不拿的快感。等你们所有人都把脖子伸进那个甜蜜的圈套里了，现在2026年财政赤字炸了，福利系统崩了，他们按下了那个收紧绳索的红色按钮。这就是赤裸裸的阳谋。在2026年的新政下，整个玩法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基因突变。如果你还抱着2019年或者2022年的老黄历看今天，你就是那个把自己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听好了，这是新旧世界的血腥对比。在旧版本里，比如2022年规则，移民局怎么定性公共负担，那时候门槛很高，必须是主要依赖，也就是说除非你赖在政府身上，超过 50% 的收入都来自政府，他们才懒得管你。那时候我们还可以钻空子，还可以狡辩。
但是2026年的新政是变态版，新规则把主要依赖这4个字扔进了垃圾堆。现在的标准是什么？未来36个月内累计超过12个月领取过任何特定公共福利。听懂这个数学题了吗？不需要你靠政府养活，只要你在3年内断断续续领了1年的福利，哪怕金额不大，你就在红线上了。而且这条红线是带刺的，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放大。老一辈的移民可能还记得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 I-944 表格自给自足声明，虽然那张表格形式上变了，但在2026年它的恶灵复活了。现在的移民官手里拿着一把尚方宝剑，他看你不再是看一张静态的照片，而是在看一部关于你人生的电影。你今年55岁了，扣分，因为你劳动能力下降，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扣分，因为你是潜在的医疗无底洞。你英语说的磕磕巴巴，扣分，你银行存款只有几千块，重度扣分。把这些放在一起，哪怕你现在身家清白，移民官只要一句根据综合情况，我认为你撑不住，你就完了。这就是有罪推定，而且别以为你能藏得住，这是我最要警告大家的一点。为了这次收割，联邦政府干了一件绝的事，他们打通了国税局、社安局与移民局的数据库。以前是各管各的，你在国税局报穷人税，在车管所开豪车，没人知道。现在只要你在绿卡延期、入籍或者帮亲属填表的那一瞬间， AI 系统会瞬间抓取你的全部生活轨迹，你的每一笔海外汇款，你的每一次出入境记录，你名下的每一处房产税记录，都会在移民官的屏幕上自动对撞。你报税说自己年收入为0，系统却显示你住着 property tax 1万多刀的房子，系统还显示你拿着白卡去开了昂贵的处方药。这种数据一撞，不需要解释，直接定性为欺诈。这比公共负担更惨，这是要坐牢的，是要永久驱逐的。同胞们，华盛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不论情面，只看数据。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很刺耳，但我必须把真相血淋淋地撕开给你们看，因为只有看清了这台绞肉机的构造，我们才能谈怎么活下来。刚才我们讲的是冰冷的条款，现在我要讲的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你觉得公共负担离你很远，那是你没听到移民局地板上那心碎的哭声。我不讲虚构的故事，我讲的是过去几个月就在我办公室里，在我面前发生的真实悲剧。这些同胞就在昨天还和你们一样，喝着茶，刷着手机，觉得岁月静好。今天他们的天塌了。第一个案例，刘阿姨62岁，拿绿卡5年了。她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她的操作在华人圈太常见了，名下零收入，报税单干干净净。于是她理直气壮地申请了全额的补充保障收入和白卡。但实际上呢，她住在儿子全款买的市值150万美金的尔湾豪宅里，出门开的是雷克萨斯，每年还要坐商务舱回国探亲2次。他以为移民局和福利局是瞎子。上周他去申请入籍，面试还没开始5分钟，移民官就把一叠厚厚的打印纸摔在了桌子上。刘阿姨跟我描述那一刻时，她的手还在发抖。移民官冷冷地问了她一个灵魂问题：刘女士，请解释一下，一个年收入为0，需要政府救济的贫困人口是如何维持这种中产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的？刘阿姨慌了，她下意识地辩解：哦，这是我儿子给我的钱，房子也是儿子的。砰，陷阱合上了。移民官当场在记录上写下判词：既然你有儿子支持，说明你根本不符合领取基于贫困的福利资格。你这不是公共负担的问题，你这是福利欺诈。结局是什么？入籍申请直接驳回。不仅如此，因为涉嫌欺诈，他的绿卡面临吊销程序。他哭着问我：大咪，能不能补救？我看着他那张绝望的脸，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晚了，在大数据面前，这种两头吃的小聪明就是给自己挖的坟墓。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如果说刘阿姨是贪心，那李女士就是无知。李女士常年住在亚洲老家，
生意、房产都在那边。绿卡对他来说就是一张美国的医疗卡。去年他回美国待了40天，这40天他干了什么？心脏支架手术，开半年的昂贵处方药，做全套核磁共振，全部刷的加州白卡，账单总额$8000。做完手术，他拍拍屁股回国休养了。他以为这事翻篇了，直到昨天他再次入境美国。在海关的小黑屋里， CBP 官员指着屏幕上的那笔$8万的烂账，告诉他，李女士，你不是美国的居民，你是美国的寄生虫。新政逻辑非常残忍，长期离境超过180天，再次入境时被视为新移民，这意味着你要重新接受公共负担审查。官员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现在立刻全额支付这$8万的医疗费，要么当场放弃绿卡，遣返回国。他在那个冰冷的房间里给我打电话，哭得撕心裂肺。为了省那几万块钱的保险费，他把全家辛苦办下来的身份在机场弄丢了。第3章案例最让我痛心，因为张先生是个老实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年薪10万，为了尽孝担保年迈的母亲来美国。签字的时候，他根本没看那份 I-864 经济担保书，他以为那只是个形式。母亲来了之后身体不好，申请了长期护理白卡，住进了疗养院，1年花掉政府$8万。母亲觉得我有绿卡，这是政府给我的福利，为什么不领？灾难在2026年降临了，财政部为了填补亏空，启动了担保责任追偿机制。州政府没有找母亲要钱，因为母亲名下没钱，他们拿着张先生当年签的那张 I-864，直接把张先生告上了法庭。法官的话冷得像铁，张先生，你在合同里承诺了，如果你母亲使用了联邦福利，你负责赔偿。结果张先生的工资被强制扣押，银行账户被冻结，直到他还清那$8万为止。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担保人经济状况恶化，被强行扣款。移民局回过头来审查母亲，认定担保人失效，母亲失去了经济安全网，直接被定性为公共负担。绿卡难保，这就是连坐，听听这些故事吧。这不是吓唬你们，这是正在发生的屠杀。颤抖的手，冰冷的地板，深夜的哭声，这些代价你们承受得起吗？刚才那些案例让你觉得恐怖，那是因为你不懂这里的底层算法。华盛顿不是在乱杀，他们是在按程序杀。如果你不懂这个程序，你就是下一个张先生。为什么我说2026年的移民局是在看电影而不是看照片？因为他们启用的核心技术手段叫前瞻性预测模型。这套系统不再依赖人工逐个审核，而是先用 AI 把你的所有数据跑一遍。它基于一个核心法律概念 Totality of Circumstances 综合情况，系统会给你打分。听好了，以下这几个指标在2026年就是你的死亡红线，只要触碰，警报就会拉响。第一道红线，年龄红灯区，65岁以上， AI 默认这个年龄段劳动能力断崖式下跌，医疗需求指数级上升，除非你有巨额资产对冲，否则你在这一项上的得分就是负数，它不看你身体硬不硬朗，它只看概率。第二道红线，健康红灯区，体检报告显示有慢性病、肾病、心脏病、癌症，别以为你能瞒得住。现在移民体检表格 I-693 的数据是直接数字化录入系统的，如果你没有私人保险，你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行走的财政黑洞。第三道红线，财务诚信红灯区，信用分数低于650。在美国，信用分就是人品，就是你在这个社会的存活率。低信用分等于财务管理能力差，等于未来依赖救济的高风险人群。第四道红线，这是绝对的一票否决权。没有私人商业医疗保险，在2026年这是唯一的护身符。如果你是绿卡申请人，而你还在裸奔，或者你过度依赖奥巴马医保的补贴，移民官会直接判定你生不起病，所以你是公共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我敢断言2026年的绿卡只发给2种人，有钱人和健康人，还有那张 I-864 表格。我再说一遍，把它当成这一辈子的生死状来看，不要以为政府查不到你的钱，税表
绿卡、申请表和担保书。这3张表在后台是连通的。你在1040上哭穷省税，你在 I864 上吹牛担保，你在 I485 上装可怜领福利。当这3个数据点在 AI 系统里重叠时，你就不仅仅是公共负担的问题了，你是自投罗网。这就是逻辑。逻辑是不讲感情的，他不管你是不是好人，他只管你是不是负担。看清这套图纸了吗？现在我们要反击了。既然机器是按逻辑杀人，那我们就能按逻辑求生。把你的恐惧收起来，那是弱者的情绪。现在我要给你唯一的求生方案。听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在那份死亡名单上，如果你正面临绿卡延期或入籍，如果你手里的白卡烫得让你睡不着觉，别慌，只要你还没收到那封拒信，只要移民官的章还没盖下去，你就还有救。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不是让你来选的，这是让你来做的。这是战场上的急救包，不想死就照着做。第一步，斩断毒源。如果你不仅有绿卡，还正在领着不该领的福利，听我的指令，立刻马上现在去社安局、去县卫生局，不要打电话，亲自去填写福利终止申请表 Benefit Termination Request。 最关键的一步，绝大多数人都死在这里，一定要拿到官方回执。我要你拿到一封白纸黑字的 Confirmation of Benefits Termination， 上面必须清楚的写着日期，从2026年某月某日起，该申请人不再领取任何福利。没有这张纸，你在移民官眼里就是还在领，口头承诺一文不值。第二步，主动自首，把你那种也许查不到我的侥幸心理给我扔进垃圾桶，一定要主动披露。在面试时，不要等移民官拿着证据甩在你脸上，你要先把那封终止信递上去，上面还要附上一封我为你准备好的解释信，话术模板背下来。尊敬的官员，由于我之前的财务状况短期波动，我曾短暂使用了福利，但现在我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我已经主动退出了所有项目，并郑重承诺未来不再依赖政府资源。我承认错误，但我更在改正错误。这叫承认错误加改正错误，非隐瞒错误。这是你唯一的赎身机会。第三步，花钱买命。这是一个很多华人都不知道的核武器。如果你被判定为有公共负担风险，但还没烂到要被直接驱逐的程度，你有一张底牌，公共负担保证金，让你的律师主动提出我们要缴纳公共负担保证金。2026年的起步价大约是1万美元，这笔钱压在政府手里。如果你未来几年没领福利，钱连本带利退给你；如果你领了，钱充公，这表明了你的底气。很多时候，当你敢把这1万块钱拍在桌子上时，移民官那个通过的章就盖下去了。第四步，针对担保人的资产隔离。如果你是担保人，你怕父母生病把你的家产赔光，现在立刻去找律师做一个东西，不可撤销信托，把你的核心资产、你的自住房、你的主力投资账户全部装进去，在法律上这些资产不再属于你。即使政府要追偿那8万美金的医疗费，他们只能拿走你名下的现金，拿不走信托里的房子。这必须在火烧眉毛之前做，等传票到了再做，那就是非法转移资产，罪加一等。听清楚了吗？斩断、取证、自首、隔离，只有这一条路，其他的路通向的都是机场的遣返通道。最后我要帮你们扫除脑子里最后的那些垃圾信息。在这个节骨眼上，最可怕的不是坏政策，而是蠢传言。华人圈子里流传的那些老经验，在2026年就是你的催命符。我再强调3次，听进去。第一，别再信，只要不拿钱就没事。那是2019年的老黄历了。在2026年的规则下，长期机构护理，即使是由白卡支付的非现金项目，也被直接定性为公共负担。而且粮食券 SNAP 和住房补贴 Section 8，虽然权重低，但只要时间拉长，36个月内超过12个月，同样触发红线。别只看形式，要看你依赖的程度。第二，别再信孩子领福利不影响父母，这是一个巨大的坑。法律上确实说孩子领 CHIP 不算父母的公共负担，但在综合情况审查中，移民官的逻辑是，
你孩子领福利，说明你作为父母养不起孩子，这直接证明你的家庭财务状况极差。这一项扣分足以致命，不到万不得已，别让全家人的名字都挂在福利系统里。第三，唯一的一句真话，入籍才是岸。一旦你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你就安全了。公共负担只针对绿卡申请者和持有者。如果你已经是公民，你领再多福利，那是你的权利，没人能剥夺你的身份，所以能入籍的赶紧入籍，这是唯一的安全岛。同胞们，醒醒吧！华盛顿变天了，美国依然是那个充满机会的美国，但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让你随意薅羊毛的美国了。福利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给那些真正跌入谷底的人的救生圈，它不应该成为隐形富豪的理财产品，更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努力工作的借口。在2026年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我们需要换一种活法，别试图欺骗大数据，你玩不过 AI， 买好保险，做好信托，别让未来的风险击穿现在的生活，让自己成为这片土地上的贡献者，而不是负担者。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深度解读帮您看清了迷雾，请把它分享给您身边正在办绿卡或者正在领福利的朋友。也许您的一次转发就能救下一个即将踩雷的家庭。现在听好我最后的这句话，这是我在这个混乱时代的承诺。在这个信息爆炸却又充满逻辑陷阱的时代，看清真相是唯一的避险方式。订阅大咪解读不是为了听我讲故事，而是为了给自己配置一套看透世界底层逻辑的认知雷达。在未来的震惊迷雾中，我会陪你一起剪波抽丝，守住财富，更守住理性的光芒。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下次变局发生时，你会是第一个看清真相的人。我是大咪，那个时刻盯着华盛顿风向，为你们站岗放哨的守夜人。风浪再大，我们一起扛。祝大家身份稳固，生活安康。我们下期见。